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两个题目，第一个是关于古巴，第二个关于是台湾取得 BNT 疫苗。那么古巴这个问题呢，是11号已经开始发生，那么现在开始慢慢的发酵啊，那么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啊。我们先讲这个古巴，古巴导致古巴出现状况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是疫情啊，疫情导致了经济下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制裁造成古巴的一些物资的短缺啊，其中包括能源。所以呢，最近古巴呢就发生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这个游行抗议活动啊。那么这个场活动呢，是从游行抗议呢是从首都哈瓦那周边地区开始，很快扩散到古巴的全国各地啊。那么抗议者的矛头指向政府啊，政府在经济、民生、疫情，主要在这个3个方面。政府的无能啊。那么7月14号，先发生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西南方向的一个城市，叫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啊，这个市啊，这是一个城市。然后就是，并且在当地途经这个哈瓦那郊区的山顶，山顶有一个教堂，展开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这次抗议其实很快就被警察驱散，但是驱散之后呢，其实马上在哈瓦那东部的圣克拉拉、卡德纳斯、帕尔马索亚纳这个几个城市马上又开始出现。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视频上面有一些这个抗议者喊口号，喊自由啊，喊这个叫什么？他那个是迪亚斯卡尔内尔下台啊，就有喊这个口号。然后还有人唱歌，唱这个各种各样的歌啊，什么祖国与生活啊等，卡斯特罗时代喊过的口号等等都在喊啊。那么当地的情况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会引发这么大的影响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疫情。这是第三波疫情啊，第3波疫情导致这个古巴经济的问题啊，古巴的经济的问题还有民生的问题。古巴经济主要靠2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旅游业啊，第二个东西就是侨汇。古巴就有点像爱尔兰，它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它，当然很多是在美国。侨汇往回，他们就往古巴寄钱。那么这2个因素，就是因为疫情，这个游客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没有了。侨汇也受到很大影响，为什么？因为古巴的侨民他本身在当地可能经济收入就下降，所以这2个呢，所以古巴的经济下跌了11%。那么旅游业导致什么呢？旅游业的停顿导致了它的外汇储备的下降，然后它的食品、燃料、原材料进口都下降了40%。你想一下40%什么情况？所以在古巴就经常出现什么情况？因为你没有燃料，就没办法发电，没办法发电就经常出现断电。你一断电呢，自来水厂就没有办法工作，那没办法工作就会断水啊，就断水断电。那么今年1月份呢，古巴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这跟中国有点像，其实古巴的汇制跟中国是有点像，叫双轨制啊，汇率双轨制啊，就是有一个官方汇率，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以前叫的外汇券，有个这样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原来是有个外汇券供这个外籍人士或者是
游客啊在古巴消费，然后就用这个方式呢，能够卖高点价，其实就是卖高价。那现在等于就是古巴也实行的一个汇率双轨制，一个是古巴的官方汇率，另外一个就是外汇券的这个汇率啊。然后现在呢，他1月份就把这个外汇券取消了啊，实行单一汇率，然后定一个固定的汇率叫24古巴的比索兑1美元啊，这样一来呢，然后呢，他在做什么呢？在提高这个工资啊，提高工资和退休金，对应发生的什么呢？比索的这个贬值，贬值呢，它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你一口气，原来我不知道啊，它一口气定到24，应该是大幅贬值，大幅贬值，它的主要的产品都是进口，那你想一下，主要产品进口，你货币贬值，那就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怎么办？通货膨胀就提高工资啊。这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但是当你发生这个动作的时候，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的汇率你的外汇储备会急剧的减少，急剧减少怎么办？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己提高出口，因为它没有出口，因为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侨汇和这个游客，游客又来不了，那怎么办呢？他要想办法把民间的这个外汇收罗来，怎么办？政府就开这个外汇商店，把很多商品放到外汇商店去卖，那就能够回收一部分商品啊，外汇，然后才能够保持进口，否则它就会崩溃的啊。但是呢，这就会出现了什么情况？当你出现外汇商店的时候，就出现了外汇黑市，所有这个汇率并轨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发生啊，全部都发生。那这个情况一发生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当你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第一一定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会导致很多商品短缺啊，因为它预期价格还会再涨，它就不放上价卖啊。那么最要命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就是食品，一样东西就是药品，药品是要命，食品也是要命啊。那么这就造成什么呢？古巴的低下阶层生活就陷入困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啊。那么当然，疫情大爆发，疫情大爆发，疫情怎么个爆发？我等一下再具体再说啊。然后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场的情况是，哈瓦那路透社采访哈瓦那的现场啊，那么一名男子说：“我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政府对人民的镇压，他们想把人民饿死。哈瓦那经济已经崩溃了，然而这些官员还在挥霍着纳税人的钱，修建宾馆和大楼。”《纽约时报》啊，《纽约时报》在这个西部啊，古巴西部的一个城市抗议现场，一名妇女说：“人们都快饿死了，我们的孩子快饿死了。”啊，那么视频显示一些场面非常的冲突非常激烈啊，那么有人打破头。古巴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叫 Cuba Lex 统计，7月14号到现在，古巴境内至少有100名示威者和活动人士，还有独立记者遭到拘捕。好，到了11号，古巴第一书记啊，那么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去现场，出现在示威的现场。那么他去了这个抗议爆发的最初的地点，叫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啊，他们出现在那里啊。他在现场跟这个群众说这个上街游行抗议是对古巴革命的挑衅啊，说这个跟中共一样啊，古巴国内出了问题，都是国外势力支持的啊，支持的反革命力量啊。那当年1994年，古巴发生大规模的抗议啊，那么当时也是示威者和警察冲突，流血冲突。
当时的卡斯特罗啊，当时的古巴的共产党的总书记是卡斯特罗啊，卡斯特罗去现场，去了哈瓦那这个滨海大道，亲自去说服这个示威者。卡斯特罗跟这个卡内尔跟卡斯特罗还是有些区别，卡斯特罗还是有他的权威性和他的影响力。那么，然后当时就卡斯特罗去现场平息了那场抗议啊。那么卡内尔也想模仿他，也去这个爆发最初的现场。然后呢，卡内尔还在11月11号的下午，这招人骂，这个不聪明啊，这绝对不聪明，那么着急。中断这个欧洲杯决赛的这个转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说明他也是很着急啊。他说，美国是这场动乱的幕后指使者，这个共产党都是这样的，他不检讨他自己的问题，都是其他国家给他造成的啊。然后抗议者实际上是美国派遣来破坏古巴国家稳定的雇佣兵啊。他说所有的革命者。共产主义者应该走上街头保卫革命啊，然后他当然继续批评美国，谴责美国对古巴的这个经济封锁。然后这个古巴是59年革命，古巴革命是59年发生，卡斯特罗领导，其实他领导的这个反抗组织人数非常的少到难以置信啊。那么，于是古巴革命成功啊，然后就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61年，美国跟古巴断交，然后62年，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禁运啊，经济制裁，然后就是金融封锁、禁运啊。到了15年呢，奥巴马首次开始松动啊，恢复建立这个大使馆。重新建交，然后再把这个古巴从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去除，然后但是呢就没有全部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到了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开始收紧对古巴的政策，然后不准飞机飞哈瓦那，取消这个哈瓦那航班。取消这个美国开到古巴的邮轮啊，然后还增加了这个对古巴的这个制裁。拜登政府古巴发生最近的这个事件之后，拜登总统发表了声明啊，他说会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啊，摆脱几十年的这个压迫和经济困苦。古巴共产党今年4月举行了8大啊第8次代表大会啊，然后再次确认共产党在这个古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领导地位啊，这就是一切危机的开始啊。那么，古巴的这场危机当然有3个原因，我刚才讲了，第一个原因就是疫情。疫情是古巴最近几个星期啊第3次爆发，大规模的爆发。那么到上个星期天，古巴确诊了6750个病例，死亡31人。那么实际上呢，大部分的这个非政府组织认为，这个数据肯定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感染数字跟死亡人数要高得多啊！所有的共产党都喜欢撒谎，古巴共产党也不例外啊。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的古巴感染确诊人数和这个死亡人数都破纪录，然后整个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古巴发生状况的第一个条件。第2个条件就是经济啊，疫情冲击之下，当然整个的旅游业是瘫痪的，毫无疑问啊。那么旅游业，古巴只有一个旅游业，古巴还有一个旅游业，还有一个产业就是雪茄。那如果你游客不来，你雪茄也卖不掉啊。
然后经济、旅游瘫痪，侨汇在减少，侨汇大幅减少，所以它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啊，停电、食品、药品、日用品啊，就是短缺啊。现在的情况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疫情，加上经济上的危机，然后再加上古巴今年推动的这个汇率改革，古巴的汇率改革的时间选择非常的不明智啊，因为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实际上你经济处于剧烈的动荡当中，你这个时候搞这个汇率改革，那你是加大这个整个经济的动荡，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古巴的低下阶层应该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危急的状况，因为他没有东西卖，或者是他的手上的钱买不起食物和买不到药品啊，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一些医疗中心说他们连阿司匹林都没有了，所以你想想看啊，所以古巴现在除了疫情除了武汉肺炎疫情之外，还有疥疮和其他的感染病在发生。古巴现在的老百姓每天要排队去买汽油、买肥皂、买食品，都在排队，所以古巴人现在非常的愤怒。这就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一是疫情，第二个是经济动荡，整个经济秩序乱套了啊。经济秩序要乱套，社会秩序就会乱套。还有一个条件，什么？互联网。在1994年8月的那场抗议当中，其实抗议集中在哈瓦那。等这个抗议平息之后，其他地方的城市还不知道哈瓦那发生了什么。但这次不一样啊，这次不一样。30多年过去，古巴出现了互联网啊，古巴出现了互联网，但是他们没有墙，他们居然没有墙。古巴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狡猾。然后这个劳尔卡斯特罗就是卡斯特罗的弟弟，他接任之后，他就开放了互联网。这个互联网一开放呢，现在呢就是古巴的年轻人就可以在脸书、在推特、在 Facebook、在Instagram 去看到其他国家的信息啊。这个情况呢，对古巴现在的局势来说是非常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你要知道，古巴有大量的侨民在海外，其中主要是在美国啊。那么，对古巴现在的这个局势影响最大的，从目前来看，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互联网的因素。为什么？一呼百应啊，互联网会一呼百应啊，就是当哈瓦那出了情况的时候，全国都知道。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全国都知道。当全国都知道的时候，那就会有人采取相应的行动。所以你可以看，现在古巴的局势起到关键因素的是什么？是互联网啊。那这场全世界都在关，其实现在虽然影响我们讲这件事件本身不是特别大。但是古巴现在出现的这个动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然，最关注古巴的应该是谁？中国啊。那么，就世界上仅存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啊。老挝还有一个老挝啊，古巴。那么，古巴要是出事的话，那对中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啊！中共刚刚搞完百年就是百年纪念啊，那你一直在宣传百年纪念的核心是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那你古巴现在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你这故事就不好编了。所以古巴对中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是心理上的冲击也好，当然政治上的影响，核心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这是第一个。世界上剩下5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就是共产党掌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际上在
在苏联解体之后啊，中共自己就扛起了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个大旗啊，这个大旗是传到了中共手里，因为中共最大，所以你看这个中共百年党庆，中共百年党庆其中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就是和其他国家的政党进行峰会啊，政党进行中共党庆，跟其他国家政党进行这个交流活动，显示什么呢？显示中共的这种雄心啊，就是说啊，社会主义大旗到了我手里啊。那么习近平这2年呢，一直在推一样东西，叫中国解决方案啊，就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是什么？中国方案其实就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一个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社会主义为核心啊。那么我们把这个中国方案核心的因素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当然是政权，跟政权有关，中共的独裁专制政权啊，所有的社会主义方案里面核心是什么？中共政权，中共的独裁政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市场经济啊，这个很重要。在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方案当中，必须有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不可能有今天。所以，市场经济是中国方案的第2个因素。第3个因素是什么？有了市场经济，还有个什么？国有企业的主导，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这是第2个。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中共才能获得巨大的市场资源，才能拿到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钱，他做这些事情是不可能。所以，第一是共产党的独裁专制，第2个是市场经济，第3个是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第4个是什么啊？第4个就是数字集权工具。数字集权工具实际上是中共获得自信的2个条件之一。中共获得自信是第1个条件是什么？经济上的成果啊，中国经济变成第二大经济体啊，中国变成第2大经济体，哎，给中共很大的信心。你看我们这活干好了，干对了啊，把中国变成了第2大经济体。但实际上是什么？中国变成第2大经济体是市场的力量，是996的力量，跟它关系不大。没有中共，中国早就变成第2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成果给中共很大的信心。第2个信心来自于什么？数字集权工具。为什么？中共管事呢就一塌糊涂，他不会做事。但是呢，他喜欢管人，他所有的政策都以人为中心。他说以人为中心，这是真的。以人为中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管人。管人你得有工具。那么在封建社会，管人的工具是什么？户籍制度，用户籍来管理人。中国传统社会是这样。但是你现在中国社会虽然还有户籍，但是你要知道，改革开放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改革开放最大的特征是人口流动，物理上的流动，就从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还有社会阶层的流动，上下流动，然后人们就开始摆脱了户籍对各身体的限制。所以你可以看，在中共其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后，慢慢出现的情况是对人口的失控。对人口的失控是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它整个治理模式跟不上的原因。它跟不上，经济膨胀的太快，它的管理对人的这种管理模式跟不上。它主要精力还在抓经济去了。但是这2年慢慢的，它回过头来就开始收拾这些东西，收拾最后发现什么最管用？数字工具最管用，所以它就集纳成为一个数字集权工具。所以习近平提出来的中国方案排第4是什么？排第4就是数字集权工具。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价值观的输出，什么一带一路啊，这都是价值观的输出。
迅速的往外输出它的价值观。它输出价值观是保护它的利益，然后扩张它的影响力啊。那么这个5个方面，古巴如果出现动荡，对中共来说，它需要向国内，它原来在国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的。他一直在解释一个整个这个理论框架是社会主义有竞争力，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结果，现在结果是社会主义的结果，他不讲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他把这个当前中国经济的成果推导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将信将疑，大部分人是不信，有些人还是信的。可是你现在如果古巴现在出现了一个危机，古巴又再次出现危机，你这故事就编不远了啊！你这故事就编不远。所以他现在来说，所以古巴现在的形势，再加上什么呢？加上中国本身的这个经济下滑，经济下滑的很厉害，很厉害。我今天看到一篇报道，讲什么？讲这个河南，河南的这个中烟集团，河南在中烟集团在河南有7个厂，6、7个厂啊，他们在招聘啊，招聘什么呢？招聘新的这个员工，有30%是他们招聘的员工，其实除了一线十几个、14个这个跟不是一线的工人，其实招聘的全部都是生产线上的工人，30%是研究生，其他全是大学生，而且都是人民大学、武汉大学这些名校。你想一下，这些大学生有自我期许的嘛，对吗？都是准备坐办公室，这个做白领的嘛。现在这个当然，烟草公司不一样，烟草公司福利待遇好，一年有10几万、15万的收入，一年有15万的收入，还能够吃饭，一天2顿饭免费。当然，烟草巨暴利啊，所以他有这样的福利待遇。这样的福利待遇当然把这个一线的大学生给吸引去了。但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什么？反映当前经济的恶劣的情况，恶劣到这些研究生、大学本科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跑到烟草公司去，啊，就是其他就不管了，只管饭了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你想想看，古巴现在的形势，对于正在下滑的中国经济来说，像个什么？这就像一个隐喻一样，对吗？啊，所以中国的媒体都不报道。我看到的有报道的是很搞笑啊，标题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古巴政府谴责美国操纵当地群众示威，领导人走上街头号召保卫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报道啊。好吧，在古巴的这件事情，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及时的提供一个信息，好吧？另外一个，我们讲讲这个 BNT 啊，台湾获取 BNT 疫苗中的政治角力。那么，台积电和鸿海7月12号正式宣布，正式和上海复星医药签署销售1000万剂 BNT 新冠疫苗的这个协议啊。那么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尘埃落定啊。当台湾现在有500万剂，手上已经握着500万剂这个疫苗，然后这个 BNT 在供应它1000万剂，就差不多手上就有1500万剂。那么基本上台湾的疫苗危机就基本上过去了，然后现在各地开始施打这个疫苗。本身它的疫情控制已经不错的，再开始疫苗施打的话，我相信台湾这一波危机应该就基本上过去了。但是呢，这一波危机过去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台湾这个民进党方面开始进行反击了啊。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13号在个人脸书上发文披露，
他披露整个的采购疫苗过程当中背后涉及的这种政治角力。那么谢志伟说，德国 BNT 和台湾疾管署疾管 CDC 在去年11月到今年1月份上旬一直在讨论购买疫苗的签约的问题啊。那么 BNT 在1月6号的邮件当中已经承诺，在今年的3月份到7月份提供台湾500万剂疫苗。那么到了1月8号，情况发生变化了啊。他说1月8号，这个 BNT 换了个人回邮件，邮件中要求把台湾将我国改为台湾，然后此后这个合约的签署就没办法往下推。谢志伟在脸书上说，1月8号对方换了个人写回信，英文中夹杂着我国简体字，要求台湾改为台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砖落瓦宣、强侵误导的情况。他说我们不会演，这些事情当然是政治干扰啊，但政治干扰是谁，其实不言而喻啊。他说，谢志伟说整个的疫苗采购过程要感谢德国经济部的一名官员和德台协会主席以及协会的其他的成员。他说台湾官民联手采购这个疫苗案，关键的议题比如说免责声明、原厂原装直送台湾啊，这个府院的坚持要台湾的要求就是2条，第一条叫免责声明，第二条叫原厂原装，你别在大陆安装包装，不要，你就原厂原装，然后从德国直接送到台湾。那他把提出这些要求啊。那么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啊，中国大陆肯定没有闲着，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采购疫苗这件事情进行插手干预，没有意外，没有人会觉得很意外啊。那这里面有几点我们可以说啊。第一，中国的第一选择是什么？对中国来说，第一选择就是让台湾采购中国国产疫苗，什么国药啊，什么这些科兴啊，这疫苗啊。所以你可以看早期一开始上来，国民党配合中共就在造这个声势啊。所以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还跑到大陆去打国产疫苗，中国国产疫苗啊。所以国民党实际上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第一优选是什么？让台湾买国产疫苗，中国国产疫苗啊。但这件事情不容易，为什么？中国国产疫苗名声狼藉啊，名声狼藉，而且台湾人并不傻，虽然国民党在那喊，所以也有一些起哄，但是台湾民众不傻，所以这件事情推动并不容易。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事不靠谱，台湾人不会笨到那个地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要买这个 BioNTech 的疫苗，那复星又是跟 BioNTech 的是一个合作关系，他拿到了全部的代理权，叫大中华地区的代理权，就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他拿到了整个，他签下来了。那么中国大陆就利用这个复星的代理权来做文章啊，做文章。你要买可以找复星买，复星说你要买可以，按照我的条件买，但是按照他的条件，台湾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台湾就不想被对方就被大陆矮化，政治矮化，大陆就要想办法矮化你。什么叫矮化？你不能够你不能叫国家等等，类似我们前面讲的这些。那台湾当然不高兴啊，台湾当然不想这么干，这样干的话你不就实现了你的政治进程了吗？台湾就不想干，但是这里面有一条，不管你面上怎么说，底下怎么做，你都不能让这个台湾民众觉得
你为了台湾方面不能因为要面子耽误了疫苗，大陆方面也同样是，你不能够为了你的政治要求耽误我买疫苗的事情，谁耽误这个事情，谁都会扣分。这件事情是个关键，所以民众的观感变得非常重要啊！其实所有的一切的操作都跟什么有关？跟观感有关啊！为什么？因为生命最重要啊！所以呢，台湾就怎么办呢？台湾就想了个办法，就让民间去买啊。这个红海先是红海说跳出来说我来买，然后台湾这个民进党说，哎，红海去买也挺好，再安排一个人去台积电去，台积电去是个妙招，为什么？德国在找台积电买芯片，德国的汽车厂要台积电的芯片，所以台积电参与这件事情呢，一下子这个舆论就上来了，就是整个的西方国，特别是欧洲国家欧洲的媒体开始报道这件事情。欧洲媒体一报道这个事情，然后德国政府就受到压力。为什么？因为台积电参与买芯片，买这个疫苗，那你德国的这些车厂，他们就会关注这个事情。所以实际上，最终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是德国政府的态度。德国政府的态度，它会去影响 BNT。所以台湾把这个台积电，这个民进党政府把台积电放到这个采购的这个民间采购的里面去，是很聪明的一招。所以呢，这个复兴没办法 ，BNT 那边的态度转变，复兴那边就没办法，他原来是叫港澳模式，没办法，只好把港澳模式改成了国际商业模式。国际商业模式才是完成整个这个谈判过程的关键，否则的话，台湾是不接受港澳模式啊。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关键之处，所以鸿海也好，这个台积电也好，6月25号签署，先是去政府那边拿到授权，拿到授权之后，然后他们再跑去跟这个上海复星和 BNT 谈判，整个谈判上来呢就是随时谈，随时有问题随时谈啊。那么马拉松式的谈判啊。最终，鸿海跟台积电7月9号和这个上海复星签署这个采购合同，然后这个原厂的这个 BNT 7月11号回传签署的相关协议，然后鸿海跟台积电11号再把这个捐赠合同交给台湾的 CDC 再签署 ，CDC 在晚上11点。完成签署程序，就一切就尘埃落定啊。那么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那民进党政府就开始新一轮的这个舆论战，就开始这个我刚才讲这个谢志伟就开始披露中间这个那个谁说什么谁做什么，就把整个的过程讲出来。他把这个整个过程讲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告诉大家，啊，这个我们中间采购这个疫苗。中间遇到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共的阻挠啊，然后政府部门呢没有耽误时间，没有卡进度，是在拼进度等等。当然，他这么做，民进党政府这么做的原因是之前一系列大家知道，你一下子事情没那么快完成呢，中间大家都有意见。所以当时他的民调是在下跌的，民调下跌。那当然，民调下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民进党是下跌的，国民党没涨，所以实际上这个国民党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任何的政治利益。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我刚才讲的这个关键就是把台湾民进党政府把这个台积电放进去啊，这是一个妙招。但是还有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就是日本跟美国捐疫苗给台湾啊。6月4号，
日本的第一批124万 AZ 疫苗到达台湾，6月4号已经到了，这个非常厉害啊，这一招非常的厉害。然后到了昨天啊，这个日本的这个外务相茂木敏充7月13号宣布追加97万剂 AZ 疫苗送给台湾，然后加上这个疫苗在7月15号，就是后天就能够到，然后在日本实际上是3次啊，一次是6月4号，然后再不断的加码，总共日本赠送给台湾多少？337万啊，337万。然后呢，美国是250万，6月25号就到了啊。所以呢，实际上，你可以看，你再加上现在的这个1000万，那现在他手上现在有500多万剂的疫苗啊，各地已经开始打。所以你大体上台湾的这个疫情问题就不太大啊，跑不到哪，你这本身它国产疫苗在研制啊。这个局面呢，实际上当这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把疫苗送到台湾去时候，受到压力的是谁？受到压力是中国大陆那边啊。中国大陆那边如果他这个时候再不放手的话呢，大家就会知道哦，原来问题出在你这里。所以这就是一方面，台湾美国、日本把疫苗送到台湾的时候，民进党政府一下子就主动，因为他手上有疫苗了。说1000道1万，其实民众的看法就是一条：你不管搞什么动作，翻跟斗也好，爬也好，你得把疫苗拿到手上。你手上要是没有疫苗，你说什么都没用。所以实际上，美国跟日本这个的支援，让民进党一下子变得主动起来。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大陆发现没有办法，只能卖了，所以就卖了呗啊。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他中间拖不了，他没办法拖，因为他有疫苗，手上有疫苗的话，我不断的在施打的过程当中，你拖我不怕你。你如果没有开始施打疫苗的话，你那边一拖，我这就火上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所以台积电跟鸿海买了1000万剂这个 BNT 的这个疫苗的消息，会减轻蔡英文政府的压力啊。那么，所以大部分的情况是，我觉得中间的情况是，台湾的民众其实很着急你有没有疫苗的问题啊。但是从总的形势来看，我不觉得台湾人真的会去打中国国产疫苗。所以民进党在这一场仗，就说从一开始到现在，从这场仗基本上这件事情就尘埃落定了。国民党就没有什么戏好唱。这里面有几个细节啊，有几个细节很重要。一个细节就是上海复兴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要求取得台湾民众接种疫苗或者施打疫苗的医疗记录，然后台湾代表拒绝复兴也没再要求。但是你可以看到啊，你通过这件事情能看到什么？看到中共是要利用所有一切的条件收集个人信息。他们对个人信息的这种渴望，就像什么？就像吸血鬼对血的渴望一样。为什么？个人数据是什么？个人数据就是数字集权工具的弹药。如果没有个人数据，数字集权工具没有意义。所以你是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各个地方打疫苗的情况不一样，台湾现在情况也是有点混乱。当然中间是国民党在搅和，然后台北市长也在搅和，都在搅和。但我觉得其实台湾老百姓还是看得挺清楚的，就是现在大局已定，
在此之前，其实大家都在等一件事情，就是你说了那么多，你到底能不能买得来？如果买来能买来，那就说买不来，你没不看广告，看疗效啊。现在的结果就是疗效就出来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大体上把这两个议题讲一下。我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啊。那么昨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啊，有点不舒服，我又觉得如果我继续去做这个节目呢，效果不好，所以我就休息一天。那公告出去之后，收到了大家的慰问和关心，我非常感谢啊！我会尽量的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把节目完成好啊！谢谢大家。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诶，哦，OK，我要登录一下啊。什么情况啊？没有看到哎，古巴，OK，好。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明谢一下，郝林，谢谢，邵妍娜，谢谢 YZ，谢谢 Three Yellow，谢谢 TT，谢谢Helen，谢谢Momo 赛，谢谢辛格默默，OK，然后是 Wave Storm，谢谢感恩老师的辛勤工作，受益匪浅，祝老师身体健康，谢谢。王先生保重身体，健康第一。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争朝夕。OK，我理解，我明白啊，我会保持我的身体状况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鼓励和关心啊。观点：美国如何对待古巴的局势，将成为美国处理类似问题的风向标。可以借此推断美国对待香港和缅甸的思路。如果拜登政府还是袖手旁观，不插手别国内政，那香港跟缅甸的局势在2024年之前都不会有转机。今年才2021年，2024年都不会有转机。你是说下一个任期就会换总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大同意，为什么？每个国家在制定一个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政策的时候，当然会有统一的取向，但是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政策所以他不会说我大体上我都会这么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想一下，你对待朝鲜跟对待香港能一样吗？一定不一样。对待古巴跟对香港的政策能一样吗？那都不能一样，一定不一样。这里面情况差别太大，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观点：古巴在这次事件中让我想起一系列的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第三波》这一系列的名著和历史事件都告诉我们，从专制走向民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我就不信中共能逆天而行。我认识很多古巴人，他们无不对古巴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共产党当然，共产党其实他们的行为是类似的，就是
就是实现它的政治进程，然后让人民付出代价。所以为什么古巴人会恨得咬牙切齿？中共其实也是一样，他们也是让人民付出代价，一样的。提问：过不好，世界各国各地的人民都会反抗。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却没有人愿意起来？有人愿意起来，只是你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成王败寇啊，就是说我成了，然后你就知道哦，你干了这事情；没成，你就没干过。其实不对的，其实一直就有人反抗，只不过呢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媒体不在中国人民手里，所以饿死几千万人民，有人反抗被镇压，然后你要知道中共的这个整个的国家机器也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这反映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媒体不报道，另外一情况就是中共的这个国家机器的残酷性啊。观点：古巴在共产党多年的统治下，没有民间团体，而且是个岛国，所以没有分裂的条件，政治光谱很单一，除非那些跑去美国的古巴社会团体再跑回去。什么意思？政治光谱一定要有政治光谱吗？他像这样的小国，美国老实讲呢，美国还是怎么说呢？古巴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美国旁边啊，美国还是比较君子的啊。如果你换一个国家，那你不给你搞个底朝天才见鬼了呢。所以这件事情，我这个叫什么那个他的古巴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在那讲的，美国指使的美国干什么干什么，美国真要干这个，古巴共产党1秒钟就消失了，好吗？所以他们说这些话都是怎么说呢？不厚道啊，不厚道。美国真的要出手去干预古巴的话，古巴真的会很快，古巴共产党很快会结束。情绪提到革命，最近读茅盾的《子夜》，描述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感觉那个时代的中国一样是风雨飘摇，时局动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共产党夺取政权似乎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大部分支持他的人做梦都没有想到。所以呢，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啊！共产党说，作家用小说来反党一样的，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情。共产党也是用小说来革命啊！所以你看的这本书，你对这个30年代的上海的印象，就是共产党想要让你得出那种的结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你好好的去翻翻故纸堆，看看其他人的描述是怎样，是不是共产党的那样啊？是不是矛盾描述的那样？未必。所以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啊，你去看看其他人描述的上海是什么样子，好不好啊？就是不要用中共御用文人的作品来构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这次古巴危机和80年代苏东剧变有可比性吗？没有可比性，不同。苏东剧变更多的是什么？苏东剧变更多的是政治危机。首先是政治危机，政治危机跟什么有关？跟6·4事件有关。6·4事件是导致苏东剧变的一个导火索或者是诱因啊。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开枪枪杀学生，其实把全世界吓得够呛。因为你想一下，苏联也好，包括苏联也好，包括东欧那些共产党国家也好，都没有想过要自己在自己的国家用枪把自己最宝贝的人大学生是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什么？大学生是那个时候社会最宝贵的人，最宝贵的资源，现场给他打死他。
这把这西方国家，这把这个苏联跟东欧这些国家给吓得够呛。最后为什么他们会垮台？他们很清楚，如果你不开枪，你可能就垮台；你要开了枪，后果更不堪设想，那还不被人民给撕巴了？所以最后大家就算了，我就放下枪嘛。这就是苏联解体其中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看到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所以这次古巴危机主要我认为还是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而苏东上来就是个政治危机啊！当然，他经济已经烂的已经烂成一块，烂成一个朽木了，然后再加上一个外力下来，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不一样，这跟当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提问：从目前中美博弈的情况来看，似乎美国更加倾向于把战场放在台湾而非香港，是不是因为香港主权在中国手里，而管制香港的团队听命于中共，美国不方便在香港施战政策造成？也不是，这还是一个政策取向的问题。美国要在香港施展政策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它是一个选择。你说香港主权在中国手里，这是事实，但是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内的问题。香港的问题是什么？香港是个国际议题，因为涉及香港有一个国际条约，这个国际条约是香港地位的基础。那如果中国违背了这个国际条约，首先是英国的问题，条约的另外一方没有站出来，美国的确也有点不便，但是就算他不站出来，美国把桌子一拍也没有问题。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理解啊。情况，国民党这帮人一直在宣传 AZ 疫苗不好，是日本不要的东西才送给台湾，结果一堆国民党政客却用特权抢先去打 AZ 疫苗。今天日本要再援助台湾100万 AZ 疫苗，结果国民党近日竟说要卖对日抗战时的军服来纪念，网络上骂声一片，只问怎么不卖国共内战的时候的军服，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下限的政党。国民党我觉得他已经没有，我认为他已经没有基本的政治伦理了啊！一个没有基本的政治伦理的政党，他应该什么？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像一个泡沫一样爆掉啊！情况，国内多地发布通告，未打疫苗限制出行。7月26号起，未接种疫苗不允许进入超市、医院、学校、车站等啊。昨天还是前天有网友说说为什么要这么使劲的打疫苗？我这2天我在想这个问题啊，中国疫苗也没什么用，没卵用，中国的疫苗没卵用，不能保护着老百姓不被感染。所以你这么积极打疫苗什么？估计这里面有2件事。第一个，中间有利益啊，中间是有利益的。虽然当然这里面掏钱是后来我知道，查了一下知道，疫苗的钱谁掏？谁都没掏，中央政府没掏，地方政府也没掏，谁掏？医保掏。医保是谁掏的？医保是老百姓掏的，企业掏的。所以你可以看啊，终于还是显现了他的本色。本色是什么？本色就是一个子儿都不掏啊。所以疫苗是社保掏钱，就是其实是老百姓自己掏钱给自己打。为什么要积极的让大家打？原因是因为疫苗厂后面有利益啊，所以政府不用掏钱，疫苗厂打完之后能够把钱收回来。所以为什么中间有一个网友说这个武汉3甲医院现在遇到巨大的问题？什么问题？钱收不到。之前疫情过程当中收治了很多的病人，本来说的是什么？
本来说的是这些钱谁掏？政府掏，政府其实是没说政府掏，政府说的是医保掏。结果本来医保，你说疫情过去了，你这个医院这个医疗费你得报销，给别人报销，医保得出钱，但是医保迟迟不把钱给医院，医院活不下去。现在病人来一个宰一刀，来一刀宰一刀，为什么？他没钱，他没钱了，他底子也给掏空了，那他就是疯狂的这个搜刮病人。为什么这个医保不给钱给医院呢？他应该是没钱了，钱都上哪去了？打疫苗去了。这本账就是一个这样的账，所以中共治国那真的是千疮百孔，那真的是千疮百孔。观点：去年林权3000万剂根本不可能购买，仓储跟不上。另外，鸿海购买疫苗，有人利用价格在做舆论操作。一方面说买的比指挥中心便宜，原因是鸿海把冷链费给包了。我觉得这些就不要理他了，不要理他。观点 ：BNT 国际均价约20美元，鸿海跟台积电用了32美元，结果让台湾政府一样花32美元，可能又要被骂贪污了。今天台湾有网上预约，一天内280万人预约，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的很，对，买贵点就贵点，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嘛？对吧？有本事你国民党买一个啊！观点王老师说的很清楚了，台湾要从复兴手里买疫苗，条件之一就是只能以中国台湾省政府的名义去买，不允许用台湾使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就是明摆着要矮化中华民国主权。怎么还有台湾人说民进党乱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不要用他们的胡搅蛮缠来浪费我们的公共空间，好不好啊？请问王老师 ，BNT 辉瑞为何不授权直接在台湾生产疫苗？因为他跟复兴签了合同，他签的是大中华地区，包括台湾、包括香港、包括澳门、包括中国大陆啊，他是整个的大中华区全部授权给他，所以。为什么不？他因为已经签了，那为什么跟他签？因为他有10亿人口啊，对吧？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立场做出不同的选择，可以理解了啊，也是正常的啊。情况不只是日本，美国送疫苗给台湾，立陶宛也送了一批啊。立陶宛其实是意思一下。立陶宛说，当初疫情严重的时候，台湾送了很多口罩去立陶宛，这是人性光明面的真实展现，比人工制造所谓的正能量可贵多了。OK， 提问，请教王先生，一个公司可以在不得到别的国家的同意下，进行取得该国攸关生命大事的物资代理权吗？这样轻易掌握他国生命的事情合理吗？不合理，非常对，不合理。但是它发生了呀，谁可以改变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啊，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什么它会发生？因为 BNT 觉得有个公司来说他能够拿到全中国，能在全中国打疫苗，他觉得这个市场很大，所以他顺便把其他市场全部给他，你也没办法，他2家一谈，你干预不了啊，对吗？你要不你不买它，你不买它，你能买的别的也可以啊，你别的买不到你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不合理，但是它发生了。观点：台湾自购的疫苗到货率很低，因为前期3月第一次到货，我们放到都快过期报废，后面疫情爆发交期没赶上，现在陆续到货。不过还是感谢美国、日本鼎力相助。
不然民进党过不了这一关。什么叫到货率是什么意思？到货率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当时就已经来了100万吗？怎么叫前期3月第一次到货？为什么要放到快过期报废呢？为什么？一到货就应该马上去打。情况，台湾很多非蓝白支持者也在骂蔡政府，但其中几乎没有人想附和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对啊，我就觉得骂政府是可以的了，政府需要人骂，政府没有人骂的话，政府总会干点坏事的。所以人民要看住政府，时时刻刻的监督他、督促他、批评他，这是应该的啊。但是这和国民党的搅和是另外一回事。国民党的搅和是配合中共的，所以这是2个不同的事情。观点，这次疫苗签约提到台湾地区，有些国人都不高兴了，何况用中国台湾的约敢签的话，国人无法接受。民进党知道，国民党难道愿意用中国台湾换1000万剂疫苗吗？想换也未必换得到。国民党的这种大话，你理他。情绪国台办说希望台湾同胞度过疫情，但能操控所有网络言论的共产党，却放任微博上各种仇台言论，实在矛盾。那些仇台言论就是他自己说的，不是他放任，他安排的。你想的简单了啊，复杂一点啊。观点，台湾亲共的老人的命是捡来的，要是台湾由亲共的政权甚至共产党统治，那么习就不会因为蔡军购进陆客自由行，台湾早就在2020年因中国游客在台湾游荡爆发社区疫情，亲共老人身体多半老弱，恐早就一命呜呼。蔡政权下的台湾在前年年底不信中国的大原则下超前部署，能晚全球各国500天爆发社区疫情也是奇迹。台湾老兵自己要明白一点，共产党在49年建政之后，在50年就开始一个镇压反革命，你那条老命小心一点。共产党来了以后，你会不会在台湾再搞个镇压反革命？什么叫镇压反革命？就是你们拉出去枪毙，枪毙了多少国民党老兵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这些老兵真的是幼稚了啊！观点，台湾一直是防疫的模范生，即使现在疫情感染率在全球也应该是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谁执政，也不可能提前拿到疫苗。疫苗出产国也要考虑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当然是这样啊。台湾一直是模范生，到现在，台湾就算是这场爆发以来，到现在以来，都是模范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国民党那个，我就一直在讲，国民党的那些批评，其实跟批评政府没有关系。他只是在配合中共搅和台湾他是在配合中共搅和台湾观点，共产独裁国家的独裁者们连找借口的方式都一样。古巴国家主席吧，古巴总统嘛，古巴叫总统嘛，也是把一切罪一切归罪于台湾的指示或者境外势力一样，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别人观点，《金融时报》报道，白宫计划在本周内警告美国企业在香港运营的风险，并将实施更多的制裁。我认为这是在提醒美国企业做好撤资准备。美国政府将出手打击香港的金融机构。在英国媒体上放风，则暗示制裁对象很有可能是为虎作伥的汇丰银行。为什么要制裁汇丰银行，不是中银呢？为什么？好奇怪，我不大同意会制裁汇丰银行。为什么？汇丰银行是说香港的银行，其实它是英国的银行，它为什么要去制裁汇丰银行？应该制裁中国银行嘛，对不对？观点，美国民主国家最忌讳的就是崇拜，
一旦民众有崇拜思潮，国会就会按照民意把权力移交给独裁者。普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不可以给民众洗脑，政府不可以拥有媒体，非常对。请问王老师，苏联跟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看了6·4的经验，难道不是学了敢于开枪镇压吗？为什么就变成放下武器了？不是每个人都像中共那样丧心病狂啊，对吧？那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会被人记一辈子啊！不是每个人都是丧心病狂的。情况今天收到电信的短信称，已经关闭了所有国际和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并称在确有接收需要的时发送申请才能够继续接受国际短信。情况，温州12号开始不打疫苗，不让搭公车，不让进医院、超市等公共场所。咨询医疗机构的朋友根本不知道复星疫苗，复星疫苗还没出来，现在还没，他们应该还没有批准，他们只是还在准备，没有上市啊。复星疫苗就是 BNT 疫苗，其实 BNT 在中国生产的疫苗。情况现在华东这边不打疫苗，去银行、菜场、医院都会受限。提问王老师，国内各个地方教师和公务员退奖金和绩效会不会是地方财政困难，中央不补贴了？地方财政困难这是毫无疑问，但是地方财政困难到要把之前发的奖金收回来，我估计中间是有问题，不一定是。我后来想了一下，不一定是财政困难，财政困难是个大背景，但是发奖金收回来是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这里面可能有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这种角力的因素在这里头。跟财政状况的关系有吗？应该有，但是不是因果关系，我是这么觉得中央政府补贴地方财政，中央政府不补贴地方的，补贴不过来中央政府有转移支付的政策，它是根据转移支付的政策给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一部分给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但不是补贴没有补贴。提问坐标欧洲，最近中国产电动车广告打得很多，国内的家人也开始考虑买中国电动车，但是我对中国制造的了解还是觉得他们不靠谱。请问王老师，国内新能源车的真实水平？另外，希望王老师保重身体，谢谢。核心的问题还是自动驾驶吧，电动车本身没有太。电动车是应用而没有发明那么应用这个层面来说，真正的竞争的核心的竞争力是在自动驾驶这一块。自动驾驶这一块还是特斯拉比较厉害，因为它时间最久。那么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也在做我不知道它的从工业的角度讲它的水平会怎样，我没有，大家上网看一下 YouTube 上面很多的攻略有很多的评价，我就不评价了。但是有2点，第一个，欧洲，如果你在欧洲的话，欧洲3大厂都出了他们的电动车，特斯拉在欧洲也在卖，然后欧洲的电动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最大的电动车市场。所以我觉得欧洲本地产的这个电动车应该是相当成熟，所以我还是觉得差多少钱呢？对吗？不差那几块钱嘛，是不是？请问王老师，中国财政状况好与坏，哪个对老百姓更有利？对老百姓有利，怎么说呢？取决于老百姓的状况不取决于中国的财政状况，为什么？大家知道，不管他财政状况好还是财政状况不好，实际上影响每个人的并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情况这个社会的状况，
然后他采取的政策。所以真正当然你遇到一些状况的人，不管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当你家庭发生一些变故的时候，你可能会因此而破产。中国政府状况好还是不好，对你没有关联，理解吗？啊，那么有的时候，当然中国政府财政状况不好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候？通常是经济不好的时候。经济不好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存状态就不好。所以呢，你跟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没有因果关联？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因果关联。你跟你的生存状况取决于整体经济的状况，中国财政状况也是取决于整体的经济状况。大家知道这个关系吗？其实真正的因素是什么？整体的经济状况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方向的效果，一个是财政状况，一个是你的生存状况。所以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有一定的关联，有一定的关联。为什么？中国政府还是提供很多公共服务品啊。那么如果财政状况不好的话，那有些公共服务是没办法，就会更差。但是老实讲，中国的老百姓也没有享受多少公共服务品。为什么？你在最底下，你没有多少公共服务品给你。所以这种因果关系大概是这样。情况：西安发布关于建立二手房参考价格体制啊，这是学生认了啊。那么成交价比挂牌价低20%到30%，成都也是公布啊。哦，这全中国都来了吗？全国至少有8个城市出台了二手房指导价，那就是要把房价压下去。为什么？为什么把房价压下去？我们还是要讲回当年的这个，就是他在判断整个形势的过程当中，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非常核心的例子，核心的政策，把房价控制住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其中一个条件，所以他就开始做这个动作啊。情绪王老师好，墙内人是人的社会还是丛林法则？这里所谓的法治社会太虚假了，其实就是人治，司法不独立，一个人的自己就是左手管右手，永远也无法建立真正的法治。现今平民真的很弱势，完全不对等，所以只能躺平。粉红也是太多，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的粉红，天亮的一天真的不知道还有多远。情绪虽然我在墙外，但是坚持去墙内告诉人们真相。虽然大家沟通的渠道总是被炸，留言被删、被禁言，但会很勇敢地控诉墙内的不公，为弱势群体发声，批评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现在墙内的舆论环境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希望墙内的网友能够保持希望，同时注意安全。非常对，好，明谢 Edward 长，谢谢，坐标台湾。打狗人谢谢，梅林谢谢，米卡谢谢，明州谢谢，张大力谢谢， James Y 谢谢，直江镇这个字不会读，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